今天的武道释义啊，要跟大家分享哦，这个在师父的书里面看到，我也觉得蛮意外的，但是其实也蛮合理的，因为师父毕竟也有哲学的这个根底嘛。那在这里面呢，他提到的八重路，八重路是从佛家这边呢延续过来的，所以在我们的这个书里面看到，他没有写佛家八重路，因为我们并不是完全只从佛家的角度去看八重路，而是我们今天是直接利用这个八重路来尝试的去了解这个更深一层的含义。那八重路是哪八重呢？八重就是正视、正觉、正言、正功、正业、正知、正心。那至于这个字，大家可以从画面上看到，我就不要一个一个去解释了。在这边，我跟大家分享啊，这个八重路啊，它主要想要代表的意思是什么？我们所谓的正视啊，正视其实就是用一个正确的角度、正确的思维、正确的立场去看待你所看见的事物，也就是跟我们以前讲的这个请空你的杯子很像。它在告诉着你，不要有偏见，不要有歧视，不要有仇视，不要有自己预设的一些立场，否则你看到的世界，它就是歪曲的。它就是一个不够正确的。当然，我们会去想什么叫做正确，什么叫做没有歪曲。我觉得不要去申论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去发自你的内心。你能够如同请空你的杯子，方可再行注满，空无以求全这句话一般，去看待你看到的所有的事物，不管这件事情你认不认可，我相信对于你的人生或者是对于你的智慧都会有所帮助。再来就是正觉。什么叫正觉？正觉的觉就是决定的决，所以这告诉你做出正确的决定。我们的人生当中会面临很多的决定，一个人会不会成功，他其实就在于他对于做决定这件事情，他做了多少次正确的决定，以及多少次错误的决定。我们怎么知道一个决定是正确或不正确的呢？坦白讲，没有办法知道，这只有你自己知道。而我们今天做了一个决定，你只要最后产生的结果跟你想象的不一样，难道就是错误的吗？其实并不是。我们通常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来讲，或许它在某一个角度，它不是很明显成功的。比如说，我今天我想要做一个流浪动物的活动，然后我做了之后我没有成功，所以我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其实这个就不是了。当你愿意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不管它结果有没有成功，你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就是我愿意去做，我愿意去付出，我愿意去关怀别人，我愿意去为社会产生贡献，或者是今天我在做了一个决定之后，我对很多人可能都是很好的，或许到最后没有那么好，甚至没有照着你期许的方向去走。可是如果你的初衷是对的，那这就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什么是正言呢？这个他在里面用了一个比较我觉得很酷的，而且在我某一个时期啊，我超喜欢用的一句话，叫言谈以求得救。好，这句话很酷哦。我们今天跟别人在讲话，就如同我现在在跟大家分享我的想法，或是我在教学生，或是朋友之间在聊天。什么叫做言谈以求得救？就是我们的互动之中，我们至少要有一方要有所吸收跟成长，不是我跟你在这边屁了1小时，然后最后你没有成长，我没有成长，也就是我们都在讲废话。所以言谈以求得救的一个正点正言呐，就是你要说出正确的言语、正确的内容、正确的想法，而我跟你的交流之间，一定要有一方借此得救。得救当然不是救命啊的这种救，而是我能够把一些 information 给你，而你得到了这个东西之后，对于你来讲有些许的改变，有些许的收获，纵然不是很大，这个都是能够产生一个得救的结论。正行，正确的行为，也就是你今天所作所为必须要正当，必须要善良，必须要正义。所以如果今天你的行为不正当，例如你学了武术你就去欺负别人，你今天开车的时候撞到人家然后肇事逃逸，或者是今天你乱丢垃圾，这些行为都是不正当的行为。所以我们的行为必须要符合正行的原则，这个其实某个角度就是一个做人处事基本的态度。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发现，在很多的佛家思想或者是宗教什么，其实跟我们的法律跟我们的所谓的何以为人，其实是有很重要的关联的。所以正确的行为可以导致我们的社会更和平、更安详，然后
大家变得更善良、更快乐，那是因为大家都在做着正确的事情，所以正行是非常重要的。下一个是正业，什么是正业呢？正业就是你要有一个正当的职业，也就是你的职业要对社会带来所谓的正面的贡献。今天就算你是当一个 CEO 的总裁，你今天是当一个干部，你今天是在便利商店里面当一个员工，或者是今天你是扫马路的，你是抽水肥的，好，或甚至是你今天是资源回收捡破烂的，又或者是什么？好，我要强调哦，我刚刚讲的这个顺序，并不是在去比较这些职业的优劣，而职业本身它是没有优劣的。就像我们的人，我们可能收入不一样，我们可能头衔不一样，我们可能住的房子不一样，可是对于我们人的本质来讲，其实是都一样的。我们今天一个人的价值，其实并不是完全在于你的功成名就。就像今天你的武术的功力高低，也不是只是单纯的在于你多强、多厉害、多能打，而是在于你的一个武德，而是在于你能不能够把你的这个武术的想法承传出去，让别人也能跟着你一起提升，甚至提升的比你更高。以前我一直都在告诉很多的学生，甚至很多的舞友、网友，我在告诉大家，今天 Michael Jordan 的篮球教练也没有一个人篮球打得赢他的，可是这些教练可以帮助 Michael Jordan 得到总冠军，而且6次。所以这就是一个重点。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的互动，每一个人的环境，每一个人的职业，每一个人的所谓的本身的价值，它并不是在于你本身的外力、收入、你的头衔、开什么车，而是在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你今天如果你的一个职业对整个大社会、大环境是有帮助，就像郭台铭般有钱，你制造了很多的就业机会，你没有去污染环境，你也没有盗窃什么国家机密卖给谁谁谁，或是偷听人家的电话跟 email，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正当的职业。换个角度想，今天就算你的工作不是很好，就像我们来讲，假设你今天是做一个资源回收的，这个收入确实不是那么高，所以今天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是偷拿别人的东西，没有经过人家的允许把东西拿走，这个就不是一个正当的职业。所以包含 CEO 也是一样，他排放废水，他逃漏税，然后他今天恶意的开除员工，这些东西它就是一个不好。所以我们一个正确的职业就是在于，我们到底对于自己、对于周边、对于大环境，我们到底提供的是一个正面的帮助，还是只是在满足一己的私欲，这个就很重要了。再来的这一个正宫啊，这个就会有很多派的说法跟想法不一样。当然，可能在佛教那边它会有个正式的说法，但是我个人来讲，我会用我自己的想法来解释这一段。宫啊，这个东西其实大家如果有接触佛教啊，或者是什么，可能会比较知道，就是你要消业障啊，你要累积好的事情，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宫。所以原则上来讲，我觉得正宫一个很大的概念就是，我们不要刻意的去营造我想要积德行善的行为，也不是我为了什么目的跟想法而去做这样的事情。就像今天你想要当一个好人，你不应该是很刻意的我要去做好事，我要这样，我要那样，然后我每一天要如何如何，我才叫做好人，而是你应该是很自然而然的，你有一个行为。或者是你自然而然你的生活的模式就像是一个好人，而不是你要刻意的去做你才能变成一个好人。我觉得这个有很大的差别。就像我对于这一种放生，我就觉得，只能讲有的时候就是老鼠屎坏一锅粥。可能原则上放生就是一个好事情，可是目前为止，我们每一次在新闻上面看到的放生，都是造成自然浩劫。那当然，我相信并不是全部都如此，因为新闻最喜欢报忧不报喜嘛。所以，我们今天在很多的个人的生活模式，或者是行为，或是我们今天想要扶老太太过马路，当然也可以扶老阿公过马路。然后，我们今天救流浪动物，我们今天朋友有困难协助他，我们今天的尝试将心比心的去与别人相处，我认为这个都是累积正功的方式。它就应该是你很自然而然的从内心跟你日常生活当中的行为去累积对的能量，这样子就是一个正功最好的开始。再来下一个叫做正知，
其实这个正知啊，它有可以用很多的角度去解释，其中几个我认为我还蛮可以接受的解释方式，就是第一个是你要有正确的知识。什么叫正确的知识？也就是你脑袋里面装的东西不要都是垃圾，也就是你脑袋里面装的东西至少你要符合宇宙大范围的定律，就像红灯不能闯过去，然后不能杀人，然后不能够性侵别人，然后要孝顺父母，然后你不要去虐待动物哦，你今天要把自己的身体给照顾好，要好好的上班，好好的下班，然后开车不要把人撞死，这一些我认为就是一个正确的知识。而不是反过来，那就是反社会人格了嘛，那就是变态杀人狂了嘛。所以我们今天要有个正确的知识很重要。以前呢，有一个朋友，他让我了解了认字的重要，也就是你对于一个字、一个词，你的认知的这个重要性、准确度很重要。就像其实大家都知道，黑色是什么颜色，白色是什么颜色，可是如果你的认知黑跟白是调换的，你的世界是不是黑白就是相反的？所以，如同为什么这些变态杀人魔或是怎么样，很多人认为没有啊，就杀人是 OK 的啊，是对的啊，那是因为他的认知就是跟我们不一样。那在我们的整个社会环境当中，就像我那个时候印象最深刻就是沟通这2个字，我对于沟通的认知不够正确，而导致我用错误的方法去沟通，而我一直都认为那个叫做沟通。所以我们就会方法就不对，沟通不是说服，沟通也不是一厢情愿的去一直的告诉对方你的想法，沟通是一个双向的行为，你要让他听到，还要确定他有了解，并且接收到他这边的回应，你还要了解他在说什么，这样才能产生沟通。所以你只是讲给他听，他讲给你听，彼此不知道彼此在说什么，那也是没有用的。所以正确的知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再来就是呢，你另外一个解释的概念就是，你要一直不断的去思考，不断的去知道，也就是你要有个求知的欲望。你要不停的想要让自己更上一层楼，你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完美，你想要让自己变得更聪明，你想要让自己更睿智，都 OK。关键就在于不要停在原地。所以今天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就是要不断的前进，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求知，这样子你就是会得到正确的知识以外，你也是一个不断在获得知识的人，那你就可以一路的往上走。那所以大家都会知道，其实这样听起来，每一个环节它其实都是在鼓励着我们，有点像在修行一样，让我们一支的更完美、更完善，然后去朝着一个更理想的方向前进。那这个8重路的最后一个就是正心。正心这个部分啊，在比较多的解释啊，他们会告诉你是说，你要懂得去看自己的内心，也就是你要去跟自己互动，你要学会如何沉思。也就是你要去学会如何的去跟自己对话，如何平心静气，如何的冥想打坐。其实冥想打坐这种东西，以前我也很爱做，现在少了啦，因为杂念太多了。可是如果有，还是真的建议大家没有试过的朋友可以试试看，有的朋友请继续保持这个好习惯。我也会尝试的开始重新的去做这个冥想打坐的动作。其实这个动作很多人认为很好笑哦，没有用，这有什么？可是其实大家都不知道，就如同练瑜伽跟身体柔软的朋友，其实身体柔软的朋友跟练瑜伽的朋友，他们的身体状态大部分都是不错的。因为你的身体越没有压力，越没有阻碍，你越能够让身体进行更优良的代谢啊什么的，排毒啊，然后身体会更放松、更轻松，是不是睡得就会更好？如同打坐冥想一样，如果你是一个会打坐、会冥想的人，你就会更冷静，你会更懂得如何去思考事情，你会沉得住气，好，你也会让自己能够静下来。其实你不用盘腿，你也不一定要在什么地方，你只要找一个安安静静的地方，没有事情会打扰你，你坐在那边轻轻的闭上眼睛，不要睡着。那你好好的去思考，你从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情，然后一直到你坐下来的这一刻，你可以去思考你想要的做的工作计划，或是你想要做的训练项目，或是今天你跟朋友的对话、跟情人的对话、跟家人的相处，在公司的状态。如果你能够很冷静下来的、很舒服的
去回忆这些事情跟思考。相信我，各位，这个会对各位的整个人生的认知，以及你看待很多事物的方法都产生不同。所以，保持一个正心跟自我的对话，学会沉思跟冷静，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八重路，它是一个非常发自内心，跟我们人生底的一个东西哦，它是一个核心，是一个根源。它尝试的让我们的每一个人呢变得更美好。所以，如果今天在一开始听到佛家八重路，在以前我可能就觉得佛家干我什么事啊？可是那个时候就是因为看了师父的书，他只有写八重路，所以到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八重路是跟佛家有关的，所以我才开始去看。这也就是经由一开始的这个门槛，我很幸运的没有去挡到它，我才能够得到这样的知识。所以在这边还是再次的跟大家强调，今天任何的东西我们都不需要嗤之以鼻，再糟糕的事情都有可取之处。我们今天在整个人生的发展道路上面或如何，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句话、一个想法、一个说辞，搞懂了一件事情，就可以让我们的人生变得完全不同。在这里，我也希望八重路可以给各位一点点的感触。